我们再来看一个模型，叫先天八卦图，它是天地空间的模型。就这张图就是一个空间的模型。这个乾卦代表什么？代表天。坤卦代表地。这个离卦代表太阳，也代表火。坎卦在这里代表月亮，在西边代表月亮，也代表什么呢？也代表水。震卦在这里代表雷。巽卦在这里代表风。兑卦代表泽。艮卦代表山。你看，就是这个先天八卦图，把我们这一块土地，中国易经的本位就是在中国。易经它不针对全世界，它的本位就是在中国，它就是选择中国这块土地。你看它的先天八卦图，天是不是在上面？地是不是在下面？太阳是不是在东边？月亮是不是在西边？太阳是不是火？月亮是不是水？月亮的特点跟水是非常像的。那么泽在哪里？泽是不是在东南这个地方？我们福建这个地方。海是不是在东南？艮卦是代表山，西北。我们的高原是不是在西北？我们是西高东低嘛。然后呢，风在西南。大家到四川、云南就会感觉到风非常大。然后在东北呢，就地震很多。这张图就是天地的模型，只不过这一片天地是什么？是哪里的天地？是中国这一片天地。先天八卦图就是一个模型，把天地自然的这个情况就模拟在这张图上面。然后再来后天八卦图，后天八卦图是时间的模型。你看这地方坎卦，这地方是冬天，冬天开始了，冬天过来了，这个是春天，春天到了，这边是夏天，到这边是秋天。然后24节气，从这个立春开始，立春，然后雨水，然后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春雨、金春、清谷天、夏满、芒夏、暑相连。24节气绕一圈过来，又绕一圈过来，又绕一圈过来，它代表一年，它也代表年复一年，也代表1000年、1万年。1000年、1万年，时间是怎么个连绵不已的？就是这张图。就这张图把1年4季，把24节气全部在这张图上体现出来，它也是什么？也是千秋万世的模型。把这张图重复几次就是几年嘛，重复1000次就1000年。所以这张图就是这个时间的模型。后天八卦图，大家记住了，先天图是空间的模型，后天图是什么？是时间的模型。总而言之，易经就是模型。继续还没完呢啊！这个12月卦图也是时间的模型。易经是怎么表示12月的啊？我们从子月开始，子月这个卦，你看都是阴爻，这个是倒过来的，你看这个是复卦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是冬至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冬至一阳生？冬至的时候，地底下就有一丝阳气开始升起来了。子月是11月，到了丑月，丑月的下面就有2根阳爻，到了寅月、正月就有3根阳爻，底下就有3根阳爻。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三阳开泰了吧？三阳开泰的三阳，不是这个三阳哦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这个三阳。三阳的时候，寅月就是太卦，地天太卦。寅月的时候是三阳开泰，就是寅月的时候是一年的开始。寅月的时候，它就是立春的那个月，这个是一年的开始啊。这个是11月、12月，这是1月，这是一年的开始。然后呢，你看阳爻不断的增加，到这个地方都是阳爻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夏至的时候一阴生，夏至的时候最热的时候，底下就一阴开始生了。然后呢，2根阴爻、3根阴爻、4根阴爻、5根阴爻，就越来越冷。这个地方是越来越热的，这个地方是越来越冷。12月卦图，你看我们有12个卦，就把12个月怎么样，非常形象的表达出来了。这就是另外一个时间的这个模型。实际上，这个12个月循环也是无限的循环，不停的在这样的循环。这个12月卦图也是一个时间的模型。再来这张图，这张图大家有没有见过？叫做64卦方圆图。方的代表天，也代表什么？也代表时间。圆的代表地，也代表空间。这就是64卦方圆图。我最近在写一本书，写这本书的时候涉及到北宋的时候，
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易学家叫邵雍，邵雍他老人家有部书叫《环极经世》。什么叫环极经世？环在这里就是大的意思，环极经世就这本书。这本书干嘛？这本书就是用这个图来推演宇宙万物、世界、中国几十万年的演变。《环极经世》这本书，宋代以后，大儒啊，那些精通易经的大儒，都是卢公坚木，就是看《环极经世》这本书，要把这个非常坚硬的木头钻透给它，非常难。这本书能看懂的全中国不多于10个人，抽不出10个人来能够看懂这本书。它是用什么呢？它是用元会运势，大家听说过吗？这个一元就是129600多年，就是元会运势，它是年、月、日、时的放大，放大无比的大。第4是30年，一运可能是30世啊，我没有记太清楚啊，就反正是元会运势是年月日时的放大，它把时间放得非常大。一元就是12万多年，用这个64卦发音图推演宇宙的这个生灭的过程，哎，太了不起了。但是这种东西，这种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屠龙书啊，有没有用啊？这是国家上层关系的问题。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，我看懂这本书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从来不去讲这本书。当然，因为我要写一本关于国学的书嘛，我把这个作为一个话题聊了几遍。这个也是一个模型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型呢？是人和物在时空当中的模型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时间概念，这是一个方位概念，就是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个事、任何一个国家、一个团体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，在方图上找到一个位置，在圆图上找到一个位置，就是这个人此时此刻他有个坐标，这个坐标就是圆图上一个卦，方图上一个卦。就圆图上一个卦跟方图上一个卦，就组成了这个人或者这个事、这个国家的坐标。然后呢，你按照时间的变化来推演，然后就把你的整个的运势就推演出来啊。所以说，你看啊，像邵雍这么伟大的人，他大概死了大概40-50年嘛，北宋就灭亡了。他连宇宙的变化他都推得出来，北宋的灭亡他推不出来，他早就推出来了。问题是什么？没辙。这就是运嘛，你一个国家你一定要有这个运，所以资产救也救不了，这就是64卦翻译。